落叶飘得不紧不慢，我却走得匆忙，路过每一站，时间又在不停追赶，脚步突然缓慢，忘了对你说，你要好好的。我会转身走掉，那张表情直达我心脏。想不到你为公司付出这么多。我单单只是为了公司吗？我最希望的是看到你振作起来。我知道你着急，但是你别把自己熬坏了，不吃东西不行的呀。开公司的事儿，你让我再想一想。不用这么快答复我，你也可以再好好想一想。我现在真的很缺钱。我知道，所以开的公司不耽误的，钱我可以先借给你。更想对你说，你要好好的。张小玉，不如你今天就给我一个答案吧。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我想要那个位置，你到底能不能给我讲？我现在还不能跟你结婚。妈妈跟你说，即使回了美国，你也要尝试多用中文对话。妈妈不想让你丢失了自己的文化，知道吗？妈妈，你是不是不想回美国？为什么会这么问呀？因为你不喜欢爸爸，也不喜欢我，所以你不想回美国。Am I right？ 不管妈妈跟爸爸的关系如何，都不影响我们爱你。妈妈知道，没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我心里很内疚。可是我希望你是一个快快乐乐的孩子。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，妈妈和爸爸都是最爱你的人。其实我并不讨厌江小鱼叔叔，我是怕你太喜欢他了，就不喜欢我了，所以有时候我才故意找麻烦。你这个小脑袋瓜都在想什么呀？
世界上妈妈最爱的人是你，妈妈要跟你过一辈子，你可不许甩了妈妈。妈妈，是不是因为我，你才和江小鱼叔叔分手的？你和他说，我以后不捣乱了，而且我也挺喜欢乔乔弟弟的，你们不要分手好吗？不是因为你，真的，宝宝，不是因为你。江小鱼叔叔。你要走，怎么没告诉我？我一直也没有想好，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你告别。婉清，对不起啊，公司弄成这样，我有很大的责任。我一直忙于自己的私事，没有全心全意地打理公司，把那么重的责任压在了你一个人身上，忽略了你的感受，也忽略了丽萨的抚养权问题。我真的要真心实意地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小鱼，我也想说对不起，因为我太自私了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你长得很像一个人吗？就是因为你长得太像他了，才会让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，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以为我的缘分来了。我那个时候经历了感情的遗憾，婚姻的不幸，然后你就出现了。我看到你身上的简单、善良，单纯的像个没长大的孩子，对任何人都没有攻击性。我也时常在想，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你？可能就是因为，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，我只有待在你身边的时候，我才能有安全感。后来，我看见你对那个家的付出，我也看到了你对赵走走的好，我真的好羡慕，我也好想拥有。直到你们的婚姻出现了状况，我以为我的机会来了。虽然我那个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依然还爱着他，惦记他，你从来没有一刻放弃过那个家。可是我就是不愿意承认，我选择视而不见，因为我害怕失去，我不想失去。我那个时候把你死死地抓在手里，我知道我给了你很大的压力，是我太自私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你是最好的。如果因为我让你不快乐了，那不是我的初衷，那不是爱，是占有。我想通了，我觉得你应该回到那个家，回到一个完整的家。至于我和你，
没有画上句号。等我回美国安顿好 Lisa， 我就会回来，跟你一起并肩作战。这辈子，我不愿意跟你做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我要跟你当永远的合伙人。好，你能这么想，我也轻松多了。我最近在和魏明白创业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还能合作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Lisa， 来，跟小鱼叔叔告个别。到了美国要给叔叔发微信、发电邮。叔叔找时间会去美国看你，好不好？照顾好妈妈。再见。再见。苏婉清找我是想……你没有必要告诉我，这是你们的事情。我和老魏去找房子，你去哪儿啊？如果方便的话，送我去公司吧。好。赵总好，你好。赵总您回来了，这里有份文件，着急让您签字。没问题。谢谢您。坐。那。天哪！谢谢啊。你就在这儿上班啊？嗯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不用了，不打扰你工作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多谢啊。再见。这谁啊？佐泽前夫，这你都能忍，心够大的。我就不送了啊，合同我会让秘书给你送过去。还没睡啊？你也没睡啊？渴了，出来接点水。你饿了？哦，白天太忙了，没顾得上吃饭。那也别吃方便面啊，多没营养啊。随便垫吧一口就行。你想吃拌饭吗？拌饭？
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哎，没想到啊，你手艺见长啊。这特别简单，我看冰箱里边啊有剩饭，然后我切了点萝卜丝儿、豆芽儿，用辣酱一拌，哎，加点海苔，是不是还显得挺专业的？你跟谁学的？哎呀，饿久了就自己会做了。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哎，你公司那个地址找的怎么样啊？不是很顺利，要么就是位置太偏，要么就是租金太贵。我想找个离家近点的，环境也要好一点，毕竟我总要带乔乔上班嘛。你这一边创业，一边还要照顾乔乔，你应付得过来吗？没问题，应付得过来。工作呢？之前遇到的技术瓶颈到现在还没解决，现在不是有时间吗？也总跟自己说慢慢来呗，总能找到突破口的。对，一定能解决。哎，你还记得我们最爱看的《灌篮高手》里边谢教练不老说吗？很有可能明天不会更好，也很有可能最后还是会失败。可是我们仍然要大步大步往前走。没错，不忘初心就好。喂，倩倩。喂，老魏。喂，江总在干什么呢？我没干嘛呀。你又去酒吧了？我和倩倩在酒吧呢。你和魏明白不会喝多了，拿我们寻开心吧？我们？你跟谁我们呀？你不是没跟小鱼住一块儿吗？哎，可以啊，你这么快就有实质性进展了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们这聊天呢，哪跟哪儿啊？这是。我还不是为了你，愁死我了！一会儿人家让我陪睡侍寝，我怎么办？为我？你不是说你不想跟魏明白搞暧昧吗？你们俩干嘛老在一块儿？谁愿意跟他待在一起啊？是他有事求我。我听说啊，倩倩有一个朋友能找到那种很便宜办公的地方，我想让倩倩啊托一托人家，帮一帮咱们。咱总不能一直在家里办公吧，江总？这事儿啊，我认为你得跟左左说一说，让左左跟倩倩再打打招呼。我给你打电话就为了跟你说这事儿。他说江小鱼要找个地方租，让我帮他。你说我要不要帮？当然要帮了。你小鱼现在公司刚起步，特别不容易，你能帮一定帮一下。妞，你不会又要跟小鱼在一块儿吧？你别胡说八道了啊！你们就开心玩吧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挂了，拜拜。哎，老秀承诺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回去睡了。哦，那你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晚安。
你不会真喜欢上我了吧？喜欢，我一直喜欢孙倩倩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是不是从出生就存在时差？但我离不开他，他却有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我就说嘛，哎呦，咱俩不合适，就合适不了，当哥们儿得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干杯！我帮你这么大的忙，你怎么谢我呀？霸王龙不再追赶小翼龙了，他朝着星空小声地说：“我是特地捉来了你最喜欢吃的鱼，我想和你一起吃，然后看着你的脸说一声谢谢，真的谢谢了。”说咱俩当哥们儿那事儿，能不能再考虑考虑？行啊，当姐们儿。开玩笑的啦。咦，老天爷，这不是倩倩小姐吗？哎呀，咱俩是有多大的缘分？前两天才见过面，今天又见着了。咋了？不记得我是谁了？牛一，我是你的粉丝。之前你还放我鸽子了，是不是？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倩倩，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好啊。别慌走啊！我跟他说，我今天刚收了2家酒吧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正好咱去坐一坐，然后我把你演唱会细节上的事情咱谈一谈。啊，要不这样吧，演唱会的事儿咱们明天到工作室聊。今天实在太晚了，我也累了，我们就先走吧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你是一个歌手，好好休息才能保护你的嗓子。我的车也在前面，不远，我送你啊。倩倩小姐，你请。我朋友可以送我呀。啊，是啊，我可以送他回家。朋友，男朋友？不是。哦，不管那多，不管那多啊！倩倩小姐的朋友，那自然都是我的朋友。兄弟，见到你很高兴。牛先生你好，幸会幸会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倩倩小姐，我一直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你看咱俩也是朋友，以后不要那么生分，我直接叫你倩倩，中不中？可以啊。好，那咱就这说定了啊。牛先生，我们一会儿还有事儿，所以先撤了。不是你这个人很扫兴啊！都说好了去坐一会儿，你说呢，倩倩？咱去坐一会儿好不好？不，这样吧，改天有机会好不好啊？我们先走吧。改天。不要改天，今天很巧啊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半个小时1个小时中不中？哎，倩倩小姐，我也是单身啊。朋友真够逗。哎呀，你动不早点拉我走。这小妮，咋看咋带劲。你不会真喜欢上我了吧？喜欢，我一直喜欢孙倩倩，你不知道吗？
朋友，男朋友？不是。哎，倩倩小姐，我也是单身啊。这里环境不错，就是租金贵了点儿。贵是贵了点儿，你不是还要带乔乔来上班吗？这环境和治安是最好。哎，这楼下呢还有个公园，要说环境，确实没有比这儿更好的。你看啊，这里办公区域都挺大的，我们才刚开始就2个人办公，用不着这么大地方。但这片都这么大，这呀都算是小的了。大就大点儿，未来扩大规模，省得换地方。你以为我不想大点啊？咱这不刚开始吗？得学会开源节流才行。哎，我想到一个地方。这儿是我们以前的服装间，因为服装呢占了大半儿，所以呢就管这儿叫半间房。不过嘛，现在啊，随着我这个事业迅速的发展，我们现在演出都已经有赞助了，这地方就荒废了。我问过红姐了，她说只要你们满意的话，可以用1/4的价格租给你们。还有外面那些空房间，只要你们有本事扩张，全都可以租给你们。不错啊，小鱼，你看啊，我们这儿啊搞2个办公桌，这块呢给乔乔弄个游乐区。那虽然我们只能用半间房，可是这空间足够了。再说举价也不低，不憋屈。况且1/4的价格适合我们现在的要求啊。让我再想想。别想了，你看这外边上风上水的事业也好，我都想好了，咱们这个公司就叫半间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名字高大上且优雅。我看你就是个半吊子。行吧，那就这儿了，怎么签合同啊？啊，我跟红姐打个电话，你们等我一会儿。哎呀，你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说吧，到底怎么想？首先，这个房子符合咱们的要求嘛。再者说，这离倩倩也近。最近我们俩之间出现一个大情敌，别到时候我女朋友怎么飞的我都不知道。人家答应做你女朋友了？那倒没有，我相信迟早会的。再说了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看来这次还挺认真的。那当然了。行，你接着看2眼，我去问问他合同的事儿啊。好，那晚上见。好，拜拜。一会儿先别回家，跟我一块儿去参加孙总他们项目的庆功晚宴。我就别去了吧。为什么？你是公司的合伙人，又是我未婚妻，为什么不参加呢？第一，他那个项目呢，我也没怎么参与；第二，说实话，我不太喜欢这个人。左哥，你现在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师，你是我的合伙人，是老板，是商人。你这么感情用事的话，我走了以后怎么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啊？在商言商，可是商业也是有原则的，商人也分儒商和奸商吧。我觉得他这个人呢，有一点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迟早是会出问题的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为难，我去。你不用去了。嗯？你不用去了，回家照顾乔乔吧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不生气？我像生气的样子吗？不过我也劝你一句，真的要小心这个人。明白。孙总，您好。
Hello， 雷达。魏啊，啊，孙总，孙总，鸿福医院的项目这么成功，还得感谢二位啊，不然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。还是孙总有眼光，不管是选项目还是选合作伙伴，都那么优秀。雷达是越来越漂亮了，而且更会说话了，也祝贺孙总拿下思巧这个科技公司。我是个生意人，要是法律允许的生意，我都会做。哎，我听说有新加坡投资公司对你很感兴趣，准备邀请你去那边开间公司啊。孙总的消息还真是很灵通啊！我这2天把公司的事情安排好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很快就走。那走之前有时间打场球，你们先聊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好。走那么远，留你小女朋友一个人在这儿，放心吗？当然放心了，我一向看人很准的，这你应该知道啊。好吧，祝你一切顺利。谢谢，也祝我们合作愉快，虽然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哟，妈，你这是干嘛？吓死我了！你干嘛一声不响在这站着？有事啊？你跟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跟左怎么了？我发现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着急呢？我急什么呀我？你现在身边没有人，左身边有一个小戴，不是现在哎，一个家，你瞧瞧左我啊，这多好的一个机会啊！你得好好的把握住啊！我说妈，你别跟着瞎操心了行不行？我没离婚的时候你就操心，我离了婚你还操心。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能处理好这些关系。要我说你要不你回老家得了，你别在这跟着瞎添乱。你就会说我。说实话，你们2个大人，我还真不愿意操心。我是担心乔乔将来怎么办。那乔乔又怎么了？乔乔上了幼儿园呢，你彻底没戏。乔乔好了，上了幼儿园，那左不是得跟他结婚吗？啊，那只要他对左好，对乔乔好，我没什么意见。继父，哪有比亲爹好的？哪有啊？老张不也是我继父吗？老张对我也挺好的。哎呀，行了妈，咱别掰扯这些了啊！人不能太自私，不能什么事都想着自己。你自私。给你一杯，谢谢。一杯咖啡，谢谢。杯咖啡，这个呢给倩倩。哦，倩倩姐。哎，干嘛呀？来我们公司招蜂引蝶的。什么时候招蜂引蝶了？我来给你送早餐好吗？倩倩姐，你男朋友可真体贴，专门来给你送早餐的。男朋友谁呀？我怎么不认识啊？
他不是吗？误会误会。我就知道你这么早啊，肯定没吃饭，给你买了点轻食，不怕胖，身材保持美美的。先走了。早餐，快递。倩倩姐可真幸福啊！是啊，每天都有人来送早餐。哎呀，江小公子来啦！嘿嘿嘿嘿，魏叔叔给你请安啦。你说我这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的，乔乔怎么就不搭理我？现在已经很好了，前些天连生人都见不得。让他多见见人就好了，人见多了，自然就没事了。眼前这个情况不是不方便吗？哎，到时候可能还得麻烦你啊。乔乔，一会儿魏叔叔带你下去吃冰激凌，好不好呀？乔乔，乔乔，你这么开心啊？公司办起来了，倩倩呢又近在咫尺，这叫工作恋爱两不误。一想到这个，满满都是正能量。说的没错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咱们呢也该开始干活了。贾老板，什么讲吗？那这个是我这几天做的关于 VR 小配件的设计，你看看怎么样？找找客户发展一下。只有设计方案，没有样品，能行吗？我们哪来的钱做样品？那，你的意思是想空手套白狼？陈经理，这是我们公司马上上马的一些项目。那咱们具体聊一下你们这些项目产品的技术参数吧。像这种精确到牙齿的问题啊，还得我们公司的江总来详细给你们解答。怎么，他来不了？能来啊，马上就到，您稍等。小玉，对方想跟你具体谈谈细节问题，上去一趟吧。这样，你拿着这个，继续给他讲故事，记住啊，声音一定要轻。我行吗？我从来没照顾过孩子。没事，他睡着了，他应该不会醒的啊，一定要轻啊。轻点啊！他还不太会飞呢。我觉得不错，听上去你们的技术的确很成熟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看到样品。当然了，其中一项也可以。是这样，我们公司刚起步，所以前期的投入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希望贵公司能出一部分资金，帮助我们完成样品。当然，最后我们可以共同拥有产品的所有权。你是说，把产品的所有权让出来，而不仅仅是卖给我们产品？说实话，我们公司刚起步，资金的确有限，不然我们不会轻易出让产品的所有权。啊，这样。那我需要和公司讨论一下才能答复你。啊，这个是当然的。陈经理，您和思巧的孙总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。哦，知道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喂。好啊，我知道，马上下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还有些事儿，要不我回去等您消息。好，谢谢。再见。哎，谢谢。江小鱼，哎，孙总，陈经理，你好。
请坐。哎，瞧，爸爸一会儿就来了，爸爸一会儿就来了，叔叔给你讲故事好不好？叔叔给你讲故事，叔叔给你讲故事。乔乔怎么醒了？哎呀，你可算来了！醒了之后看你不在就开始哭闹。好了，爸爸回来了哈啊！哎，爸爸回来了啊，没事啊，爸爸在啊，还是亲爹好使啊。你和那陈经理聊得怎么样？有门儿，有门儿那就行。甄总，虽然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有些事儿我还是希望你能了解一下，免得你被人算计，小心吃官司。您这什么意思啊？刚才你见的那个江小鱼啊，在上个月把他公司的股权抵押给我，也就是说，思巧曾经是他的公司，也是做 VR 的。在这短短的1个月时间里，你相信他会做出新的 VR 项目给你吗？难道你不认为他会剽窃思巧的技术吗？这个，陈总，其实这次来呢，我是主要跟你谈合作的。我们思巧的技术稳定成熟，而且我把每项技术都申请了专利，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可是，我明白，江小鱼的公司是新成立的，就算他有能力在这短短的1个月时间里做出新的 VR 项目，我相信他也没有资金去开发样品。但他们的技术的确不错。难道江小鱼把产品的所有权给了你？看来我猜对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陈总，如果你执意跟江小鱼合作，那我们只能下次再合作了。不过有一点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如果江小鱼的 VR 项目涉嫌到抄袭我们思巧，我会起诉你们的。相爱简单，相处却难，分开还有爱的痛痒，两人的错就两人承担，我们的3一人一半。撑多少乐观，越多少悲伤。说宁缺毋滥，这笑话谁来圆场？感情就这样念念不忘，还是当初的喜欢。忽然想起